会觉得苹果他妈现在就是拎个锄头站在金山上思考人生发呆啊？你为什么就不能锤两下呢？其实大语言模型它到最后发展一定会是一个强者恒强的概念，对线期产生的优势到后期会滚雪球般的扩大。而如果它现在还没有将从 X2、VR、AR、whatever 2的方向转为 AI 且加大投入，这在我看来 exactly 就是缺乏决断。一方面你在接受 AI 这个母体所给你喂养的营养液，另一方面你所产生的这些信息还在回过头来反馈给 AI， 让它学习去更好更高效的去控制下一个你。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一种悲凉，这个悲凉的原因是因为在这种趋势之下 I can't do shit。Hello， 大家好，这是我们王自如 AI Podcast 的第一期，是我们的一个试播节目。在我们复更之前，其实就一直想策划一档这样的一个播客形式的栏目，因为我现在我个人的状态其实特别喜欢这种漫谈式的侃侃而谈的不着急慢慢悠悠的聊天的一种状态。如果要是有合适的嘉宾，大家能够碰撞出更多的想法火花和灵感，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舒服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也可以是我们主线内容的很好的一个补充。然后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第一阶段认知系列1到4期的更新完毕，我们也正式进入到了讨论 AI 应用的这样一个主线的环节里边去了。然后呢，从具体的节目的策划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播客最希望的是能做到周更 ，OK， 但我现在不确定，因为团队人员非常有限。我会尽力尝试周更，至少要做到双周更。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大家可能看到标题了，叫做为什么苹果不酷了。我们希望能够从 WWDC 前2天回顾的这个回归的苹果的年度的科技盛会，一直延展到苹果这家公司目前在 AI 领域里面的策略以及执行的方法，还有产品设计的一些背后的理念，甚至是落地的节奏等等等等，去解构苹果这家公司在 AI 里面所有的这个动作 ，OK， 我觉得可能会延展出来非常多有趣的角度和观点。那为什么会选择第一期呢？坦白的讲，特别巧合的是，我在复更之后的第2天就是 WWDC， 所以当天我记得直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在问，会不会又在直播看这个开发者大会。当然，当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没有跟大家一块来看直播啊，所以后台我们就收到了无数的小伙伴们在讲说啊，你到底怎么看这个？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做播客，我们要不讲 WWDC， 好像大家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right？ 那倒不如的话，就把它作为第一期的这个主线。然后第二个，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标题？苹果为什么不酷了？我觉得可能有2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苹果在 AI 的选择上缺乏决断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之下，整个科技行业的创新动力由原来的硬件驱动创新，转向了软件驱动的一种体验升级和创新。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播客的主体内容：苹果为什么不酷了？好，我们的这个内容呢正式开始。今天我们第一期参与我们播客录制的是我们的戴老师，戴老师。不敢说老师，别说老师，你也是我老师。我真的觉得戴老师是老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团队里边流行一个梗，就是我有一天在新团队的群里边讲，我说我们现在是新人，然后结果大家就疯狂顶帖，就是说好吧，就是说老王说自己是新人这件事情成了一个梗。我确实认为这个戴老师应该叫算了就叫老戴吧，我觉得确实应该叫老师，因为这几年我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了，对吧？然后突然回来，但是老戴这几年还是在行业当中一直在一线的这个非常积极的活跃。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WWDC 来说，这几年其实你都在美国现场。对，近几年就疫情后吧，疫情后这几年是吧？是。然后我记得前几年我去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都是在这个现场好多人，对，然后他们会暖场，对吧？然后下边喊 WWDC， 然后一群人哇一起鼓掌，然后那种氛围感和期待感，特别像看演唱会的感觉。但是现在这几年它都变成视频了，所以你们现在是怎么开会的？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找了一堆人去那儿，我们也看视频，我们也是看一个大屏幕，但是有点不一样，就是那个Tim Cook 他会在
比如说10点钟开始，他会在9点50分的时候先出来讲2句，就是暖场是由他来执行的，然后讲完之后大家一起看 WD 一起看视频。所以你每次是花10几个小时坐到飞到美国去的时候看电影去了，对吧？对，都是看视频。好，我们回到这个主题来讲的话，反正我今天把这个主题定为苹果为什么不酷了。你有这种感觉吗？觉得要看你怎么站什么角度，因为你现在名字叫做王自如 AI，但是你如果叫什么王自如 XR， 那你可能会觉得苹果还是挺酷的。OK， 你觉得 Vision Pro 不酷吗？我觉得挺酷的，只是他没有选这个方向而已。酷啊！然后你知道我 Vision Pro， 我跟你讲过我第一次上手 Vision Pro 的体验吗？就是因为我离开 Ziller 之前，我是没上手过，没玩过 Vision Pro， 但那时候有没有我都不记得。没有，还没有是吧？还没有。是我离开了之后，到了格力以后，不是才有了 Vision Pro 吗？对。所以我第一次体验 Vision Pro 是有一家互联网的营销公司，跑过来说，王总，我们想做一个这种所谓的给消费者体验现场的这个家电的这个东西，给你体验一下。结果呢，这哥们儿来了之后，大概10几分钟的时间都没讲那个所谓的产品 demo 怎么干，一直在给我放苹果那种身临其境的看3D 影片的那种感觉，就看恐龙的那个东西是吧？然后包括你在悬崖上走钢丝，我靠！因为我当时很尴尬，在办公室里边的话，旁边还有自己的手下，旁边这边还有这个营销团队的小伙，然后他又知道我以前是干嘛的，我又不能体现出来好像自己很土逼的样子，你知道吗？我就很尴尬。但是确实是蛮震撼的。你从这个角度讲，我认同。这个产品的体验，我觉得无论是从交互也好，还是从眼球的追踪，包括对于环境的这个穿透性，对，确实非常棒。对，你说的这个角度没错。那我说的这个角度不酷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来苹果给人带来的这种所谓的骄傲感，比如我作为一个骄傲的苹果用户 ，proud Apple user，我会觉得可能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给我带来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可能这种东西只仅限于刚才所说的头戴式的这个东西，可能其他东西已经没有了，对，走到头了，对，然后尤其是我刚才讲到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说，今天现在的整个的驱动的动力，其实已经从硬件逐渐转移到了软件的维度上，这点我认同。对，然后其实说实话，你说硬件还有什么好创新的？我觉得无非不就是 OLED 的屏幕，不就是每一年这个技术稍微有一点点进步？其实 basically 我们说硬件的迭代和创新，基本停留在贝壳和边框，可能工业设计上就是在这儿了。但是里边的芯片可能内部的这个逻辑上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但是消费者的感知是极弱的。所以过去贴了一个极其严重的这个硬件创新标签的苹果，让我们感觉不酷，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第二个原因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相关，就是我认为在 AI 上确实苹果的我交付出来的结果不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然后这背后我认为本质原因就是缺乏决断力。我相信随着我们后边的讨论，可能会逐渐改出来，好吗？然后回到今年的 WWDC 的角度来说，今年的 WWDC 的观感的话，你自己会怎么总结？怎么理解？我觉得去年给我的震撼会比今年大，因为实际上去年是 Apple Intelligence 首发 ，Apple Intelligence 它第一次提出的时候，它所构建的这个人机交互方式的这个改变，我觉得是蛮有新意的。但是去年东西一直到今年都还没做出来嘛，所以今年他们其实讲 AI 的部分其实很少了，都是一些小的一些小创新。所以我感觉今年总体而言没有去年好看。我现在就特别期待他什么时候把去年那个饼给我圆上。我今年看到的是，他没有在大的板块或者产品的架构上有什么大的突破，因为去年已经讲完了。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叫做细节的微调和查缺补漏，但是如果你看它整个的铺排的结构，它一上来其实就在讲 Apple Intelligence，实际上是将这条主线贯穿在整个的发布的过程当中的。我觉得可能这恰恰凸显出来了苹果主观上想表达出来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所谓的 selling point 一个卖点，而是希望真正的 Apple Intelligence 成为一种系统级的能力，融入在用户的流程和体验当中。所以我以介绍流程和体验为主线，让你看到在每一个环节上它的价值，而不是把它包装成一个特别大的概念。就你认为它是 AI 是已经成为它整个操作体验上的一个基础设施？没错，我认为它是个 infrastructure，所以它在介绍的逻辑上可能会有所变化。然后第二个我关注到的点就是今年它改了年号，是吧？对。然后我觉得苹果的市场部终于在有所作为了。就改个年号就有所作为了吗？有所作为，因为我甚至真的认为苹果这几年的市场部已经不作为很久了。已经不作为很久了。怎么讲？比如说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会发现苹果现在每一年产品的定位和 slogan， 包括中文网站下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显得越来越草率。原来你会觉得苹果的产品总能击中你，就它的很多的产品的 slogan 和定位
总能击中你。然后它去年出15 Pro 的时候，不是有钛合金边框嘛，是吧？然后就是那个是什么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反正我就只记得 slogan 里边就是个什么谐音梗是吧？对，是个谐音梗。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内心当中认为在营销上独步全球的苹果能做出来水准吗？No, I don't think so。所以我就会觉得市场部不作为很久了。今年改年号这件事情极为有价值，让大家都能够把非常混乱的版本号统一起来。我的角度是它的市场不在作为，但是这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啊。是不值得，是吧？然后我认为真正值得探讨的第一个问题，虽然可能你也不觉得值得探讨 ，liquid glass。liquid glass， 其实探讨的太多了，现在对，因为我没怎么看嘛。你没怎么看过。再一个就是我始终认为，别人说过了和我说是两件事，对吧？所以我特别想听听你怎么看啊。Liquid Glass 其实我之前有大概有聊过，但是不妨再跟你再讲一遍啊。就是首先 Liquid Glass 这个设计的元素，就是玻璃这个元素，我认为它官方的说法叫做 inspired by Vision Pro by Vision OS， 就是这个元素最早是从那个地方拿进来的。但是 Vision Pro 它是个空间显示设备，它为什么会选择用玻璃这种材质？我觉得它是有原因的，它是完完全全一个形式服务于功能的这样一个结果。形式服务于功能叫 form follows function。是的，就是说，你想我们平时看东西，所有的元素是在一个2维的平面上，那么你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一个3D 的空间之后，你首先要解决一个事儿，就是你要告诉用户这一个窗口离你有多近。因为你要知道，一个离你6米远的一个超大的屏幕给你的感觉，跟一个离你1米，你手可以伸过去点到、可以操纵的这样一个控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透视关系。对，因为它是 Vision Pro 是双目嘛，你有2个眼睛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可以用这条线索来告诉你这个窗口离你有多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苹果一开始在做 Vision Pro 的时候，它就一再强调我们不做 VR， 他们做的是和现实世界结合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不希望营造出一个虚拟的一个世界来把人和真实的世界相互隔绝来开，这是他们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你要怎么样在一个虚拟空间里面给你一个 UI 的同时，还要让你保持对环境的警觉，他们叫 awareness。那么这个时候引入一个半透明的这种玻璃材质，就特别的理所应当。因为你比如说你人走过来的时候，我虽然看不清楚这个玻璃后面是什么，但是我至少可以看到一个人影，它是有颜色、有光影变化的。所以在 Vision Pro 里面，玻璃这个元素，它是其实用层叠玻璃、层层叠叠的玻璃。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解决一个对环境的警觉性的问题，一个是提示你这个 UI 的这个深度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他们现在想要做一个这种所有设备 UI 设计员大一统的这种方案是没毛病的。但是你把这套3D 显示的设备挪到一个2D 显示设备上面，如果平移过来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首先你的这个手机屏幕它是2D 的，所以你就无法用那种3D 显示设备才有那种深度的显示。有点三体里边的叫什么空间折叠的概念，非要把3维的空间折叠成2维。所以你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放到一个2维空间，那么层级关系已经丢失了。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讲为什么这个 Liquid Glass 看起来非常的混乱，其实这个原因它没有深度的这条线索。我跟你的看法稍有不同。就是说玻璃的概念和所谓的景深关系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在 XR 或者说苹果的眼镜的这个状态里面，应该说是高度成立的，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也相信它肯定是从这里边有了一定的灵感，但是我恰恰认为，在整个的这个现在的这个 Liquid Glass 的应用当中，我觉得第一个关键词是 liquid。就是如果只是 glass， 那从 Vision Pro 过来没有问题。但是 liquid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流变的、一个有高度可塑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升级完了26之后，我一看我就明白，原来 Liquid Glass 是这个逻辑。所以我反倒认为说，它其实最大的价值是在多个设备之间有了一个交互体验的最大公约数。然后 Glass 呢，可能是从 Vision Pro 来的。我也觉得苹果对这个东西天然不抗拒，是因为你不觉得苹果对玻璃有执念吗？对，他们很喜欢这个东西。对，很喜欢透明的、反光的、天然有光学质感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非常喜欢这种玩意儿。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的第一个点就是通过菜单的流变，让它的占比更小，适配更多的屏幕，且突出主体信息。那现在上手了之后，我也感受到有些时候可能会有混乱的状态。但是其实我反倒不太担心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是这个概念的第一阶段。就像它的这个平面设计出来了之后，不是后来又出了卡片，
出了各种各样的交互逻辑来去优化它。但是首先，它这个所谓的流变的质感和价值，会对于多屏幕兼容性有没有价值呢？我认为现在是能看得到的，而且我也是认同的。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件事儿就是特别值得去大谈特谈的原因，是因为说实话，这跟苹果未来是否成功没有什么绝对关系，对吧？讲了这么多，我们终于要讲下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right？ 然后你刚才讲到了说去年你看到 Apple Intelligence， 你非常兴奋，对 ，totally sold，right？ 然后就特别期待赶紧出来兑现你这个大饼。对，然后你有没有用过它整个 Apple Intelligence 在手机上的现在落地的情况？它现在其实就只有一些非常，哪怕是美版的机子，它也只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像什么 Writing Tools 啊，然后这个纹身图、生成表情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都不关注，我关注的是，你为什么不关注？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最核心的能够改变人机交互的方式是，以前你使用一个这个智能手机，你是由用户来选择你需要用什么 app， 需要用什么服务。就是说，比如说我想点一个外卖，我自己脑子里面选我是选美团还是选饿了么，然后点进应用之后 ，OK， 这个服务开始。对。但是苹果它想要做的一个改变，就是用户不需要在自己手动选择这个应用了，而是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意图，说我要吃什么东西。然后由系统来自动的帮你解决选择什么平台，然后甚至包括中间的付钱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由系统来给你包办。这件事情是节约了人从需求到结果的这个距离的，缩短这个距离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这个 AI Assistant 可以帮助人们在智能手机这个东西上面，就你认为这才是苹果能做的价值点？对，这个是真正提升效率的地方。我其实最近也看了很多关于国内外的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OK， 我觉得总有一个角度好像似乎没有探讨到，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认知的逻辑。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儿的，到底是认为是 iPhone 上边加 AI，还是要想办法把 AI 落在 iPhone 里，或者是我们甚至不要讲 iPhone， 我们就是手机加 AI， 还是把 AI 塞到手机里？就是你说是谁是核心，谁是打辅助这样一个逻辑吗？对，就是谁是那个原点。好像你用圆规画图一样，你基于这个原点，你再画这个圈儿，你才能确定它的半径，才能对它有正确的理解。你从你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觉得你倾向于哪种思路去理解 AI 和手机的结合才是对的？其实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苹果它的最重要的基本盘，其实不是这个手机上面这个硬件，这个硬件其实只是表象。苹果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是在于它的生态位，就是它是一个生态服务商、生态服务平台。怎么理解这件事？就是我打个比方啊，苹果实际上它是类似于我开了一家商场，然后我这里面有一个个铺位，比如说我这个铺位租给京东，然后这个铺位比如租给美团。你如果想要利用我这个商场来跟消费者做生意 ，OK， 你给我交30%的苹果税，我们37分成，对吧？然后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商场，它还是个山姆会员店。因为你消费者进去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要买门票的，你首先要买一台 iPhone 嘛。那苹果为什么要把这个 iPhone 每年做更新，做得漂漂亮亮的，然后让大家去买？它实际上本质就是把这个商场装修得很漂亮，然后空调给你开满，对吧？然后让消费者在里面愿意停留越来越多的时间，这样他们三方都可以挣得更多嘛，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 iPhone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商场。那么它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为了去巩固这个生态位，才去把 iPhone 做一点点升级，就是硬件这部分收入可能只是它的一部分。那 AI 在哪里 ？AI 就是把商场装修的越来越漂亮其中一环。这是一个性能更好的空调吗？对，类似的东西。你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对，类似的东西。我现在有点空调上头，我跟你说。所以，其实你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说我们的底层逻辑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商场，恰恰证明这个载体本身对于用户的价值和用户的信赖感来说是极为核心的一个重要前提。对，所以在经营这个商场或者是这个载体的过程当中，它的优秀的迭代、良好的设计、非常好的体验和对于用户生活当中的价值能够有足以突出的彰显，且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就是最为重要的。那所以在 AI 接入进来的过程当中，我才恰恰认为 Phone 是核心。如果是你要在 Phone 和 AI 之间选一个的话，我也认为 Phone 应该是苹果更侧重部分。我不认为苹果他们会自视为一个 AI 公司。不会，我不认为。没错，这个我也高度认同。对，就是其实我这讲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所谓的
认知图谱的一个偏差。我不知道我们所有的观众里边有多少人会认为苹果是个 software company 软件公司，有多少人会认为它是一个 hardware company？ 我觉得更偏硬一点，偏硬件是吧？更偏硬一点。你知道乔布斯说什么吗？乔布斯很早以前就是说，他说 Apple in essence is a software company， 就是在骨子里边，他说它是一个软件公司。他说只不过 iPod and iPhone is a beautiful box， 就是它只是一个漂亮的盒子，把它放进去。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可能乔布斯时代下在精神内核当中他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在库克时代下，我坚定的认为苹果就是一家硬件公司，因为它绝大部分的 revenue 收入来自于硬件。然后记得是哪一年了，好像苹果突然从四五千块钱一下子暴涨到1万多。iPhone X 是哪一年我都忘了。哎，我也不记得了，时间太久了。对，因为毕竟我现在是新人，我还要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我坚定的认为苹果是一家硬件公司。你会发现小米是硬件公司，也是硬件公司。虽然小米的软件收入可能也100亿级，对吧？但是和它整体的收入结构比例是极低的。苹果我相信某种程度上来是一样的。所以我坚定的认为，其实应该是 Phone 加 AI。Phone 加 AI， 这是我的观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认为是 AI 塞到 iPhone 里，还是应该把 iPhone 作为原点，去想办法把 AI 结合起来。right？ 好，如果是 Phone 加 AI， 那么它现在的这个策略又在哪里？到底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挑战？我们需要转个场去那边。承袭刚才我们在那边讲到的，就是到底是 Phone 加 AI， 还是 AI 加 Phone？哎，那从这个刚才我们也高度达成了认知是吧？至少我们俩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对的。Phone 是更重要一点。对，手机本身很重要。然后我特地仔细看了一下去年的 WWDC 的这个完整的发布会，我发现苹果确实 marketing 部门还是在做事儿的。就是你会发现最核心的信息都在库克在花园里边那一部分已经讲清楚了。就是他用几个关键词将 Apple Intelligence 背后的核心的要点都提炼了出来。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投一下那几个关键词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 powerful， 意思能力要超强。第二个叫做 intuitive， 直觉化。第三个叫做高集成 integrated。第四个 personal， 第五个 private。然后你会发现好像苹果后边所有的东西都沿着这个来展开。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几个关键字，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它是基于 Phone 加 AI 的概念呢？就是如果你不考虑 AI， 你光看这5个关键词，好像对于 iPhone 的形容也是成立的。它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设备，其实都是成立，你都要做到这些东西。是都要成立。对。但是刚才所谓的 Phone 加 AI 的概念，在它这个场景之下，尤为有趣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只想手机，你会觉得能力强就是所谓的芯片的算力、相机强、屏幕强，哎，然后直觉化就是我交互界面，对吧？一打开一解锁那个东西，哎，很漂亮，不用学习，对，就类似这些。但是当你一旦把 AI 的元素加进去了之后，你会发现，我靠，Phone 这件事可能要重新想象，哎，就是说能力强好像就变成了不仅仅是算力强，模型也要强，然后可能我的。训练集所有的对，然后我的工具调用能力也要强，完成用户指令的能力也要强，对不对？所以就会变成说 ，OK， 当 Phone 加 AI 的逻辑如果成立，则意味着能力强，它会演化为算力、模型加工具等等一系列的强，这件事的难度就变成了极为大的一个升级。比如说 App Intent 这件事儿。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是，苹果把它接入到了这么多系统当中。那如果你结合苹果过去在生态位当中的强势的开发的逻辑和对开发规范的这种严格要求，那就意味着说 ，OK， 它可能会以一种高度标准化、强制标准化的方式，要求这些东西都接入到它的平台里。对，因为它的在生态内，它其实就是个独裁者，它号召力非常强。哎，那就会有2个结果。对，第一个结果是好的，就是如果我强制我独裁，我是老板，我让你干这件事，你就得干，则意味着接入的质量、调用的流畅度有所保证。对，但是第2个结果，就是我想打问号的，就是 App Intent 不一定会带来什么结果的，就是一旦我强制要求，假如我是苹果，你是开发者，你按照我的标准来接入，你是流畅了，但是其实无形之中，我在整个 AI 的生态位当中，我比你更靠前了。对，而且是绝对统治性的靠前。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引发出一个巨头的科技空前垄断的概念？是这样，不是所谓的小垄断，是空前垄断。对，这个其实之前也
重复很多次在表达一个观点，就是说，苹果其实从实际上它想要干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从效率最大化的角度是对的，对。但是从实操上面，我觉得大部分的生态开发者不可能按照这个方向来，因为这个东西是反商业逻辑的。我在点外卖的时候，哪些店排名靠前，这他妈是要竞价排名的。对。那以前这个钱是我美团收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分发服务的这个权利统一归拢到了手机厂商那边去，那美团这部分的利益实际上是受到了损害的。没错。所以你想，其实我们就不说国外了，就国内，什么阿里、百度、腾讯，哪家企业哪个巨头，它不是下面拢了一大群这种生态服务的这种厂商，就是大家都有什么外卖、滴滴这些生活服务类，所有人都有，谁都想当这个入口。如果你沿着这个思路再去延展的话，好，如果在这个生态位当中，真的由硬件公司、入口级硬件公司垄断了这个所谓的权利，对，那么作为后端的纯服务提供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所谓的软件开发者，不管他是腾讯还是美团这样的巨头，他其实在硬件上当中也是开发者角色，那么他可能就会想办法通过别的方式，把他因为这个位置变化所损失掉的营收给赚回来。那么有可能我们消费者所要承担的成本会更大。但表面看到的是，好，我的服务的流畅和调用都是对 work 的，但实际上其实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承担了更多的隐性成本。我从我的感觉啊，我可能大方向是对的，就像它一定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移动互联网利益再分配。就从大的方向上看，从大的方向看，它确实是一个生产力的提升，是一个效率的提升。但是它的路程一定是弯弯曲曲的，甚至会有倒退。但是从整个的大逻辑看，我觉得是大势所趋。因为你想，我们隶属人类社会上历史上的几次这种生产力的革新，圈地运动的时候没有人利益受损嘛，对吧？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家还掉脑袋呢，对吧？就是一定会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会受损的。但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你这个东西可能最后都无法阻挡，只不过是在我们俩的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的问题。对，所以 that's why 我才觉得说 app intent 这件事儿，所以 app intent 这件事情上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对吧？它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重大的变化，连锁反应，对于消费互联网可能会有重塑的潜力和冲击力。是，但是时间线不确定，不知道，谁都不知道。然后形式是什么？其实也不确定。我其实高度认同你这个逻辑。其实在我之前做几期 AI 的基本认知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在跟小伙伴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过刚才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现在的这个芯片的算力，其实我在上一期当中最后一期当中也讲到了，就是说未来第一个肯定会从训练算力的消耗逐渐转移到推理算力，然后推理算力当中端侧和云端的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协调。我在网上看了一种声音啊，就是说把 Apple Intelligence 关掉，哇，续航提升40%，有些美国用户这样说。因为我没试过，你试过没有？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是吧？对，你不调它是不会耗电的。对，在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制，就是到底它是一个 always on 在后台的概念，它可能更好的了解你的所有的用户行为，关联你上下文的数据，对于你的下一步有预测，对不对？还是说它在合理的空间之内准确的被调用？以及端侧模型，而且现在的端侧模型，苹果大概是个3B 是吧？30亿参数的一个规模，看它的博客里边是这么写的，而且它反复强调它是一个 highly specialized， 叫做高度定制化和特质化的，它不是通用性的，它不是通用性的，它其实围绕的可能就是 iPhone 平时那几个场景，娱乐啊、工作啊、生活啊等等这些玩意儿，个人助理的角色，对个人助理的这个角色。所以那这个芯片，端未来苹果已经布局了很多年的这个 A 系列的芯片，是 M 系列的芯片。会大幅提升端侧的这个算力的能力。那么这个引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在另外一个生态位当中，在安卓的生态里面，苹果是自己硬件软件一块做的。那在那边的话，模型可能每个厂商要自己干。对，不管你自己是不是要蒸馏也好，或者是压缩参数也好，怎么样？然后你的硬件是由 Snapdragon 高通提供的。然后在这里边的这个配合的机制，又会回到一个我们传统讲的软硬结合对软硬结合和一个这个所谓总体效率的问题，是对吧？然后再加上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intent 机制，对它的这个强制性和非强制性，最后就又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用户体验的 package。对，哎，所以现在从 iPhone 的角度推出这个标准来看，安卓的领域里边，从我现在的角度来，我还没上手，没来得及看，我不知道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安卓是不是很难做出差异性？我是觉得安卓它跟苹果差的最大一点就是在于它对于
它的下面的所有的生态厂商几乎没有约束力，没有约束力。就刚才我们讲的核心都是围绕没有约束力和碎片化来的。是，大家不一定听你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打了各自的小算盘。对。那苹果它是一个集权制的一个制度，集权制它从效率上讲就是比民主制更高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啊，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科技公司它就是这样的，企业里面就是这样的。苹果叫民主集中制啊，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开发者也是有发言权的嘛，对吧？最后一个我把这个梳理出来叫外挂模型，这个很关键，就很多人都认为说是不是 Apple Intelligence 等于 Siri 加 GPT？Actually no， 绝对不是。哎，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苹果的这个所谓的端侧模型是它自己单独训练的一个多模态的定制化的模型，再加上一个云端的更大规模的模型，它可能是个模型矩阵。那为什么苹果要把 GPT-4加进来？其实它 basically 是想兼容现有生态。苹果它既给你提供了一个自带的记事本，它也允许你从 App Store 下载别的记事本，是一个道理。对吧？所以它可能是个能力的补充，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在这里面就是说，它依旧高度的限制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被 GPT-4从 iPhone 里边被分享出去，什么里边不可以。所以在这里边，其实这个东西不需要讨论太多，因为概念很容易理解。无非我们就是想明确的一点是，一定要纠正某一些用户啊，可能不太多了啊，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人认为等于 Siri 加 GPT-4，这是绝对不成立。但是你知道，就在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到那个 Mark Gurman 发了一个帖子，就是说苹果现在正在考虑，他们不是有个3层模型嘛？最底层是端侧的3B 的小模型，自研小模型，然后中层是跑在苹果云端的这个自研的大模型，第3层是这个外挂的这个 GPT 的模型。他们现在考虑把中间这层东西用那个 Cloud 或者是 GPT 也代替，就是他们自己搞了那个所谓的 Apple Foundation Model，以后好像不搞了。就他们会要求，比如说 Cloud 提供一个定制化的，能够跑在他们这套系统里面的东西，来换掉它原来这个大脑。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从苹果的逻辑上来讲，它有钱、有资源、有生态、有所有的一切。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其实大语言模型它到最后发展一定会是一个强者恒强的概念。你一个后来者，你很难去追上前辈，就是已经很牛逼的前辈。就是你就说叫先发优势，可能会就是马太效应很强。对现期产生的优势，到后期会滚雪球般的扩大，就是这个逻辑。但是对苹果来讲呢，它首先它一定不认为自己是个 AI 公司，就跟淘宝一样，没错。淘宝我做生态嘛，但是我机房里面跑了服务器，是不是我自己做的呢？不用，我可以买现成的呀。没错。我是觉得苹果如果是它其实把自己定成为一个生态服务平台、生态服务商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中间的这个AI 的基础设施这些工具用别人的，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我反倒觉得这件事儿，还不一定呢。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刚才你说的那个所谓的在整个 AI 的大模型领域里面，强者恒强，马太效应极为明显，这件事我是认同的。要不然的话，大家不会花那么多钱堆那么多的尖端算力，强调自己的迭代速度和模型的规模扩大。包括现在这个 scaling law， 就是我们叫做规模化的这个逻辑越来越出现的时候，谁掌握最牛的尖端算力，谁能把模型规模按照指数级往上增加，谁就更强。这个没错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如果你还是回到所谓的 phone 加 AI 的逻辑的话，phone 一定有通用型模型考虑不到且做的不够极致的地方。所以就是说 Siri 他们一开始其实就是2个方向嘛，一个是我是要做一个针对你个人事务的一个 assistant 的角色，还是说类似于像 ChatGPT 那种通用型的一个角色？我认为他们一定是第一个。对，一定是第一个。对他们干好手机上面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然后百科全书那个事情早就有人干了，他们也干不过。就是 phone 加 AI 的逻辑，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对 phone 最好，然后才是 AI 如何去应用。但是刚才你讲到这个东西，我认为它绝对成立。它其实体现出来了一个苹果在背后路径上和策略上的横跳和犹豫。这恰恰就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我刚才所讲到的为什么苹果不酷了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在真正的技术路径上缺乏决断力。就是他现在需要有那么一个人站出来，我告诉你这条红线就是不能跨。就像乔布斯当时丢了这么大一桌子箱子放在桌子上，把电脑给我塞进去是一个道理。别人听起来就是 fucking crazy，right？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干成了。他就是不管这个红线多么的高多么的难，他需要一个坚定的路线去执行。因为他今天他有所有最好的资源，我就会觉得苹果嘛现在就是拎个锄头站在金山上思考人生发呆。你为什么就不能锤2下呢？是不是？锤2下干起来再说嘛，对不对？当然这刚才我们讲到的所谓的
自研模型 foundation model 这个 framework 和外挂模型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游移和横跳，是代表其中一个策略不坚决和影响它现在执行效果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就是 intuitive 直觉化，我们看一下直觉化我是怎么提炼的，就是我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重要的词啊，叫做去 APP 化。去 App 化是什么逻辑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如果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说 AI 加 phone，那今天我们对于 AI 的理解可能更多的就是Cloud Gemini 的 App。然后它可能有 function call， 有 agent 的能力，它可能自带一些东西，我把它塞到 APP 里，它的存在的层级跟我的所谓的电话、微信是一样的，它是个 app。然后你这个 app 能给你提供什么能力，你就做什么事儿。这是我们可能从原来的移动互联网生态最合理的延展。GUI 逻辑，对 GUI 逻辑。但是去 app 的逻辑，这个跟 intuitive 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你考虑的首先是 phone 为你做什么？你更加希望的是，在我过去做的每一件事情上 ，AI 的出现能让我做得更好，所以这就要求 AI 的能力其实是无缝嵌入在我的使用流程当中，而非我单独去找 AI 解决问题。它 supposedly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的。然后这里边我所引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交互范式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讨论到的更多的是通过 App Intent 接入这些之后，其实 AI 往前走就是商业模式的变化，这个我们讲到了。但是交互范式的变化我们还没有太讲到，就是原来如果你是 App 化的逻辑，其实你依旧要解锁进桌面，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将用户的模糊性需求逐渐聚焦分流的过程。对，所以桌面的价值，它其实更多的像医院的导诊台。你觉得你头疼脑热的，你不知道挂哪个科，他告诉你挂哪个科，进了 app 之后说我要查物流还是点外卖，其实被分流了。那么如果说刚才通过去 app 化这个逻辑，我们需要让它变得无缝化、流程化，则意味着你需求的解决和所谓抽象需求的明确这件事儿，已经大幅被前置了，不用到桌面那个级别才去解决，对不对？它大幅前置的时候，桌面分流的概念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则就意味着说，是不是说未来的手机可能我们打开了之后，我举个例子啊，可能我干嘛这是手机，就是一问号，是吧？这个图其实不止 Apple，我记得在前几年的那个骁龙峰会上面，高通的那个安盟它有一页 PPT 就长这样，是吧？就是一个手机，他说未来咱们的 AI 手机就长这样啊，没有什么 APP， 没有什么图标了，我直接手机，然后识别你用户你要干什么，把你意图识别出来，然后它给你自动的分配你的服务。你看戴老师就是老师啊，人家现在真的对这个行业里边的信息比较了解，我是完全出于直觉的理解，想到了这个逻辑，确实已经早都有人想过了，是吧？所以这个交互范式的变化，我觉得真的对于所有的手机的设计者来说，也会是一个颠覆性的理解。它其实会引发出两个我认为更深层次的概念，就是说一种呢叫做我们刚才所说的主动能力的升级，通过 App Intent 我后来接了大量的这个工具，我的需求被前置化解决，被前置化拆解，不需要通过桌面分流，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你其他大量的这些东西可以以被动的形式存在，比如说苹果自己讲的，把我的垃圾短信自动筛选，甚至我的物流可以集中查询，不用我打开拼多多、打开京东、打开淘宝来去分别来看。其实这就很典型的，被动需求的前置，甚至可能还有更多这样的能力。所以那是不是说我们以后可能 App Drawer 就所谓的 Launcher 启动器这件事儿，会逐渐的地位下降到一个几乎萎缩的概念？然后这件事儿会以多长时间去发生？对于就是现在对于用户的习惯的理解，的改变是在哪里？然后现在所有的手机开发商又在去怎么理解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判断出结论。我先说我个人的结论。好，我个人的结论就是说，未来 App Launcher 一定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有些时候我希望静默处理，我不需要跟它交互，我只是想点开，只是想做。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一定因为语言的交流。它是线性逻辑，我必须说完一个字儿再说下一个字儿。但是图像 GUI 它是非线性逻辑，我是可以同时接收大量信息，并发概念。所以说它这两件事不可替代。就这个概念，我在很早以前在 Zillow 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逻辑。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用户的行为习惯不可能被短时间内颠覆。一旦短时间内颠覆了之后，会出现一个断崖式下降的问题，就是人们不愿意接受自己不习惯的事情。可能我觉得和刚才所谓的商业模式的变化也一样。它可能是一个巨漫长的时间，但是绝对不是二元概念。甚至如果引用乔布斯曾经说过的一个概念的话呢，就是说，轿车和卡车的关系。人们认为说，
当轿车出现的时候，卡车可能就会消失。但最终 end up 的结果是，轿车占了80%，但卡车依旧存在。所以手机出现了之后 ，PC 也就存在，但只不过它的比例在下降。所以未来我在想，可能是不是说交互范式的变化，确实大量的需求会前置，对吧？然后所有的手机到今天的所有东西会变成高度的 SaaS 化，但是 APP 的调用频率和所谓打开频率会大幅下降，但是会萎缩到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它永远在，但是不会被彻底颠覆。这点我跟你大部分内容大部分观点是相似的，就是首先我不认为 GUI 会消亡，因为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你的视觉接受信息的带宽一定比听觉要大非常多。没错，你看东西跟你听一个东西都快太多了。认同。第二点，你就如果是基于我们这样一个逻辑在前的话，也就是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管 AI 多么的牛逼，多么的发展，你手边一定要有一块屏幕，因为它要负责它跟数字信息跟你眼睛的这个连接嘛，一定要有个屏幕。那至于说是 agent 的来分发服务，还是用 GUI 传统 API 来分发服务，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现在的GUI 跟命令行的关系一样啊，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已经不用命令行了，但是每台电脑里面它一定都有一个啊，应该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如果我们把现在所讨论的所有东西做一个总结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说，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AI 的出现在如果是以手机为核心载体加 AI，一定会带来商业模式、交互范式上的潜在变化和巨大冲击。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就是这个冲击不是简单的二元逻辑，非是即否的概念。对，它会有 step back。对，它可能会来回 back and forth，back and forth， 相互妥协，是一个所谓的挣扎、曲折前进的过程。但是最终会走向一个完全和今天不太一样的结果。第三个，我认为可以总结出来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也能看得出来，在面临这么多巨大问题的来回决策的时候，苹果是在策略上来回横跳的，对吧？可能在这个直觉化商业模式和所有这些东西里边，都会有一些体现，好吧？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角度，叫做 integrated 高度的集成化，叫做系统级能力。这件事我当时梳理的逻辑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其实跟去 App 化是高度相似的，但是它和去 App 化不太一样，就是说它是希望把 AI 变成一个系统级能力、系统级组件去建设在系统的所有的方方面面，而并非是固化在一个 App 里面的。那所谓的系统级能力的概念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长按一下，有个剪切，有个粘贴，有个复制，对吧？那现在啪，你一长按了之后 ，Writing Tools 就在这儿，它会像剪贴、粘贴一样。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由 AI 来扮演某一个角色，它甚至会把比如 Image Playground 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它多模态模型图片生成的这个概念当中的一个通用性工具。你可以在 Word 里边用，你可以在 Pages 里边用，你甚至也可以在 WeChat 里边用。它其实是把整个大模型的能力根据用户场景做了拆解和解构，包装成某一个独立的能力 package， 给你一个 API 由开发者调用，就有点类似，就是说它把所有的无形的世界。都做成了颗粒度特别小的 AI 乐高，然后交给开发者和生态来去拼接成我们所说无限的这种想象空间和场景。然后这种系统级能力，确实又回到了苹果的那个优势，就是它的高强度的软硬结合问题。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对于生态的绝对的这个 dictation， 我们就是所说的这个绝对的掌控力和独裁能力。但是在这个集成的逻辑上来讲的话呢，大家肯定会。很难去从这个系统的高集成度去理解它，更多的就会把它理解成为碎片化的功能。但是只有当你把它从碎片化的程度去理解的时候，你再去对比两个生态的具体实现场景的时候，才会完全不同。我这么理解啊，整个这个过程，我可以理解为是苹果提出了一个挑战度极高的范式标准。谁能接近它，谁能超越它，甚至比它更早 deliver，谁厉害。但是从底层机制上，它确保了这个范式下。体验上能够做到最大化。那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他即便提出这个范式，他没做到嘛。就是其实今年WWDC 他讲了一个，他把他的所谓的大模型的能力包成 API， 让开发者可以调用。因为其实现在在手机上面，除了我们讲了这个它遥遥无期的那个用 Intent 来分发服务这个功能之外，AI 到底在手机这个设备上面可以给用户带来什么价值？其实大家都在讨论。那么它靠一家来讨论，肯定没有靠整个生态来讨论，可能性大。我其实恰恰觉得这件事按照苹果现在的干法越来越局限了。局限的地方就是说，它确实是把一个就 foundation model 里边的多模态能力拆解成了各个小模块化嘛，对不对？
但是 basically 它还是在我们所说的大模型本身的范畴再来讨论，没有融入，没有真正的把 agent 的概念带入进来之前，都相当局限。对，因为你说来说去，无非不就是大模型有什么能力你就用什么能力呗，对吧？音频不就这点玩意儿，对吧？然后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的价值是有限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核心还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部分那些东西，没错，这些东西都是小菜。核心逻辑就是说，苹果什么时候能够把讨论的话题从这些基本大模型能力讨论拓展到生态范围，是，那就牛逼了。Apple Intelligence 才是真正迎来春天，对吧？没到那一天之前，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本质区别，跟安卓阵营没有本质区别。看看就好，看看就好。然后个性化 ，personal context， context， 这个就相当重要了，非常重要，非常核心。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理解啊，现在在目前这个 PPT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app intent 和所谓的这个去 app 化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后面讲的这个 personal context 是实现它的必经之路。Right。对，因为我是觉得 AI 一定要做到无感的感知你生活中的任何信息。它什么时候可以无感的感知你任何信息？上面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成立的。没错。这个上下文的数据当中的话呢，大家如果看到我的1-4期的这个认知当中，其实第1期当中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向量化机制。那么第2期里边我们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上下文的这个概念。当然我没有把它放到 Apple Intelligence 里边去讲，就是向量化机制的话，简单一点就是世间万物即可编码嘛，对吧？把它数字化。然后如果我们所说的上下文是你读一篇文章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关系，那你可以理解为是字符数据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你的行为数据也被上下文关联起来，那就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你的行为图景。数字画像和行为图景。我认为这件事情，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它一定是后边的所有的东西实现的前提。但是我觉得 AI 时代之下，隐私会变得尤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会空前的被关联。以前我们所有的个人隐私数据，说实话啊，今天在移动手机和智能时代下，你讨论隐私其实是一个挺无病呻吟的问题，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早就被扒光了。只不过有的人把你的衣服脱了，有的人把你手套摘了，有的人把你帽子摘了而已。但是在 AI 时代之下，他会一起的把你扒得一丝不挂，这是最恐怖的。所以那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所谓的强隐私的概念，本地加密，隐私云计算，然后以及个人向量化的这种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概念，对吧？它到底能记忆你多长时间？然后对于刚才这些问题，我们先从隐私的角度来看，我刚才讲到的说，它可能会空前被关联，当然苹果也提出了一大堆的，比如说硬件加密啊，绝对的隐私云计划，你怎么看这件事？这件事情有2个角度，一个是从我个人角度，一个是从整个社会角度。从我个人角度，我不在意隐私，我是一个愿意让渡我的隐私去换取便捷功能的人。他太典型了，你知道吗？你记得那天我们在跟小伙伴们讨论的时候，我就问这些小伙伴我说，你们会不会用隐私换取便利？有的人就特别装逼跟我说我不愿意。我说你别吹牛逼，你现在是问你问题，你说你不愿意，当你真点的时候同意不同意，马上你就能解决问题，你肯定同意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大家行为上和就你问他说你喜欢听什么，我一定喜欢听歌剧魅影，回家就打开小苹果，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这个逻辑啊，行为上的逻辑和那是不一样的，心理学上有个逻辑，但是我不记得了。好，你继续讲，你愿意让渡你的隐私？但是其实从社会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隐私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说别人知道了你某些难以启齿的事儿这么简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问题。我们一个来讲啊，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 app 它可以知道你的喜好了，其实它只掌控你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没错。就如果我们刚刚讲的 app intents 由一个公司，然后它可以知道你所有的 personal context， 并且分发这些服务的功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移动互联网生态里，苹果公司它既把控住了消费端，消费端，它喂你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对，而且它还把住了前端，没错，生产端它也把住了，没错。你哪家那个外卖公司哪家饭店会推到消费者面前，是由他妈苹果决定的，没错。那这个时候，苹果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巨无霸，就是需求端、供给端完全掌握，然后它就是一个土皇帝，你想干啥就能干啥。没错，我觉得现在看苹果确实是非常人畜无害的，它已经，说实话，我没开玩笑，它已经是现在所有互联网巨头里面最有社会责任感。这个咱们客观实话实说，但是万一有一天真的苹果公司掌控了这前后端的东西，你还相不相信？
船长黑化了怎么办？对，他会不会继续践行现在的价值观？他怎么样克制自己？他怎么样去击败自己心中的人性？这我觉得很值得讨论。所以你不介意让渡自己的隐私权，对，但是你担忧的未来的是更加，宏观上的一种风险。对，我也高度认同啊。这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特别像我们在很多诺兰的电影和科幻电影里边看到的。对，说他们就假设未来巨头垄断一切，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假设对象都错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假设的对象其实背后影射的是 Facebook。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是个巨大的社交网络科技公司，毛线发现 Facebook 并不能掌握你所有，原来是苹果，你懂我的意思吧？不一定是苹果，但是肯定是 AI 相关的。对 AI 相关的公司，但是我真的认为，如果从现在来看，我和你的观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苹果无限接近这个角色，因为苹果是唯一的一个单一品牌，存量设备总量最多，而且用户忠诚度最高，且收集维度最全的，当然所谓的收集是指它存储了这么多，苹果知不知道的话，他说不知道，那我们暂定他不知道，对吧？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哪怕你不信他至少他在字面意思上理解说 ，OK， 我有硬件加密，从芯片以上所有的软件系统我也加密，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天看的时候，我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我这2天才知道的，苹果居然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做了个云服务，你懂我的意思吗？它就不用英特尔的这个所谓的数据中心，也不用 NVIDIA，我就用自己的 M 芯片，或者是说他自己的 server 芯片来做这件事儿。那也就是说，我在手机终端上的加密逻辑、软件系统和我的云端的这个数据是高度契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 ，PCC 就是成立的呀，至少逻辑上成立。而且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有一个说法，就是它的服务器的系统印象，就是给开放第三方审计，开放给你审阅的，对，给审计，就是大家都能看，我检查你们有没有埋后门什么东西。然后在隐私这个部分，我觉得除了他提出一个黄金标准以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好像作为消费者，我没有更好的选择，没有更好选择，除非你切断自己跟数字世界的联系，对，你就没有。所以你要是不用，你连他也不信，对，那你最好就原始社会了，原始社会了。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呢，我想讲的其实是一个来回横跳的概念，就这个是我想反复强调，就是为什么苹果不酷了。其实苹果不酷的第一个答案，我们今天已经在这写了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来自于软件的驱动力。硬件的部分有没有？有，对吧？比如云计算，比如说端侧能力，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给软件提供底座的，对吧？但是真正的创新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上边。那 AI 的计算能力 ，NPU 发展那么多年了，也没见对于 iPhone 有什么体验的升级，直到大模型出现 ，NPU 的价值才出现，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软件驱动力是它苹果不酷了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想讲到的来回横跳。苹果现在很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它要么只是提出了想法。要么就是在来回的横跳，这里边我们可以写一个基本的模型啊。我这里边认为，比如说，第一个叫效率，对吧？然后成本，然后可能是体验，在这3者之间的交集里边，来回横跳。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中间的小部分，对不对？可能这俩是一致的，可能还有个隐私吧，我没太想好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那比如说，在隐私和效率之间，它一定会来回横跳的。所以在这些横跳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最缺乏决断力的逻辑是，他需要一个将他总体思考了之后一锤定音的人，要给结论的人，对吧？不管这个结论多严苛，不管这个结论多么的 ridiculous， 多么的荒谬，但是苹果可以通过这个结论的引导，将所有的资源汇聚在一起来干这件事儿。我从我角度，我可能跟你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更关注这一部分，我倒不觉得。苹果现在是缺乏决策的，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个事儿，我们目前觉得它不太行，是因为他们对这方面的资源投入也不多，它并不是苹果它的重心。比如说在十年前吧，当苹果那群世界上最聪明的那群工程师，他们已经看到了今天智能手机的这个终章末路，他们在想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东西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牌桌上可能有很多选择 ，AI 可能是一个。然后 AR 可能是一个 ，VR 可能是一个，AR 里面可能还分什么 VSTO 谁都不重要，他们最终选择了 Vision Pro 这条路线，空间显示，他们认为这个是可以改变人机交互的未来，这个东西可能我优先度在它之后，所以我不觉得它是没有决断力，而是我恰恰相反认为他们其实是很有决断力的，他们选定了这条路，
Vision Pro 这台 XR 的路线来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而这个东西是辅助的。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哪怕 Vision Pro 现在在这个爆热之后，现在又爆冷，然后所有的舆论都是要么就是观望，要么甚至是唱衰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很坚持啊。然而你不觉得，其实你刚才讲所有的东西，恰恰证明了我说的那个点吗？就是决断力的问题吧。决断力的逻辑是什么？你可以有主观判断，是，但是也有坚定修正的逻辑，因为毕竟它是一家商业机构，是，它以这个产品作为承托公司未来的这样一个赌注去下注的时候，它如果发现它赌错了，它必须要修正。是，如果说这个修正的趋势 ，AI 作为修正的趋势，在5年前还不明显，在今天恰恰极为明显，且必须要调整。而如果它现在还没有将从 XR、VR、AR whatever R 的方向转为 AI 且加大投入，这在我看来 exactly 就是缺乏决断。然后在决断力缺失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在里面有一条清晰的线路去跟随，然后甚至进入到了一种某种憋大招的心态里面。说我一定要把这事干好，然后我再去干。然后你就发现和就是硅谷这帮右派们完全不一样，对吧？硅谷右派就是我一个模型，先做一个垃圾，我起60个名字，什么 Nano， 什么 Mini， 什么 whatever， 然后让你去用。用完了之后，我在这里边探索出一个路径来，它并不需要再去打磨到所谓的理论上的100%。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乔布斯的名言叫做 "The best product ships"， 什么意思呢？交付给用户的才叫好产品，对吧？因为用户并不知道你理论上那个100在哪里，只要你给我的东西让我觉得现在比过去好，就够了。所以在 AI 这个逻辑之下，它也需要进入到一种迭代思维里，但是是在苹果的路径和框架之内去迭代，而这个路径的规划和框架恰恰需要什么？决策力、决断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到了关于 WWDC 和 Apple Intelligence 以及苹果的战略，甚至背后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部分稍微收个尾，回到那边去了，好吗？好。OK， 好，我们今天又回到了这个桌子上。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其实已经不仅是 WWDC 的问题了，是，其实是从 WWDC 的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切入，聊到了整个苹果在 AI 生态的构建，对于手机的思考，对公司的决策的策略，甚至未来的发展前景问题。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做一个收尾的话，我想请老戴先讲啊。老戴，你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你对于未来苹果在 AI 未来的建树和它在行业当中的角色，你到底的终极看法是什么？我觉得苹果它能够做到的事情是我相信它可以最终 eventually 它会达成它现在想要的用 agents 来分发服务，来取掉一部分 GUI 分发服务。但是我认为传统的 GUI 交互和所谓这种 agent 分发的逻辑，他们会长期的并行。它可能甚至我觉得 GUI 可能还会多一点。我跟你的看法差不多，我可能会比你乐观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用10年过渡期来规划的话，可能你会认为说 ，OK， 可能7、8年都是GUI主导，agent 辅助。然后我可能会认为说，可能 agent 突过半数的可能性，时间点可能会更早一些。我的逻辑啊，我理解，但是不一定对，因为这些事儿，说实话，我们都只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去想象，然后怎么样的真正需要根据行业的这个，大家都瞎猜，对，大家都瞎猜。说实话，你们也瞎猜，对吧？在留言区里边瞎猜。但是总体来说，我对于苹果在未来 AI 的这个构建上，我还是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说，因为毕竟它虽然现在有一点状况外，拿着个锄头在金矿上面发呆，但是你永远要看到它屁股下边坐着金矿的。所以我其实跟你最大的一个认同的共鸣的点就在于，我确实也极度焦虑的不是个人隐私问题，是那个终极图景之下的绝对的科技垄断权，对，在人类社会当中的这个其实也是我超越政府级别的垄断，是对，因为政府很难进到每个人的颗粒度里面去，是对吧？然后这里面的现在全球的这个右翼的这种思维方式，这个右翼的势力高度的回弹，那会不会说在右翼支配之下，科技的发展方向受右翼的影响，让科技被政治所利用，尤其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好像科技巨头难以抗拒，又难以抗衡。对，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游戏那个《赛博朋克2077》啊？没玩过，听说过。它其实描绘的就是类似这样一个世界，它里面有一家公司叫做荒坂，它就是这种典型的
一家企业，它的 CEO 就是这个世界的皇帝，从生产端到消费端，所有一切产业上的东西，它都能够控制。所以你想，当你的支付、地图、社交、娱乐所有东西全部被这家公司绑死的时候，他喂给你什么东西，你就要被迫吃掉什么东西。那个世界其实是科技非常发达的，然后社会生产力也是极为先进，高度先进，然后物质也是极为丰富。你发现这些词是写在我们政治书里面用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天堂般的词语，但是在那个社会里面，本期内容越来越擦边了，我操！人没有尊严的，人没有尊严的，而且贫富差距极为严重，然后社会流动性几乎为零。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个技术问题啊。但是我们在讨论科技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职业习惯原因，我们总会去用效率至上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总是希望可以找到两点之间最短最快的一条线。但是我觉得，在思考效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公平和这项技术它到底会不会为人类带来生活上的尊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不是太能够听到的讨论，因为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体系。就像30年代那个卓别林拍的那个《摩登时代》，没错，其实跟现在很类似。那个时候人类社会正在从农耕和手工业时代走向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他给的一个政治隐喻就是他的人性被磨灭，他成为了流水线上面的一个零件，一个可被替换的一个齿轮。但是在 AI 时代，这个事情人的命运其实是更加悲惨的。你连零件都不是，你就是像《黑客帝国》里面被养在那个缸里面的东西。没错。一方面你在接受 AI 这个母体所给你喂养的营养液，另一方面你所产生的这些信息还在回过头来反馈给 AI， 让它学习去更好、更高效的去控制下一个你。这个事儿其实非常可怕。所以我觉得，除了要思考技术本身之外，我们也要考虑我们所在设计的这一整套体系，它会去给谁以更多的权利，它又会剥夺掉谁的选择。我们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我们在这种未知的这种浪潮里面来继续保留人性的光辉？你知道，我非常认同你的这段发言啊，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我自己和他呼应的两个看法就是，第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有生之年会讨论所谓的科技进展跟人类文明之间的高度重叠和相关性，以及它的主导性。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能这么快。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高度呼应的就是，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一种悲凉。这个悲凉的原因是因为在这种趋势之下 ，I can't do shit， 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几乎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对，这就是我觉得最为恐怖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就呼应到了我在回归视频里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和工业革命最本质的区别是在于，工业革命我们人类大概有将近100年的时间去消化它的冲击和变化，所以死亡会解决很多的社会矛盾，但 AI 不会，AI 不会给你100年，可能10年20年，就在一代人时间之后，巨大的变化发生的时候，死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又讲乔布斯的例子啊，因为我真的受乔布斯影响很大。他说当年他们刚发明 personal computer 的时候，很多人在抱怨说有人不会用键盘怎么办？后来乔布斯说，你知道行业得出什么结论吗？说死亡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当不会用键盘的老人真正死完了，年轻人都是伴随着键盘出生的。对。然而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办？所以我才说，真的就是我们尽可能都要尝试去用 AI 解决问题，不要沦为被 AI 解决的那群人。但是我们 basically 没有什么好选择的，是没有什么好选择。所以其实我现在也非常特别渴望能够跟行业当中真正比如说坐在那些能够主导这些趋势的制定者，policy maker 那些人聊一聊，他们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是。非常非常关键，当然，我觉得能从 WWDC 和苹果这家公司引发这么多的思考，恰恰证明这个选题它的内涵是极为丰满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讨到，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总要给后边留点精彩的空间嘛，对吧？我觉得今天的视频可以收尾了，挺好的。如果你已经睡着了，没关系，是吧？然后在睡梦里面，我们已经给你植入了一个 AI 的潜意识，所以下一次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展开更大的这个思维的碰撞。今天是我们整个播客的试播的第1期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这种感觉不错，我们以后可以延展更多的话题。比如说，我现在还在想，是不是我们下一期可以讨论 Google，讨论 Microsoft，比如讨论更多的科技公司，
在这里面的角色和他们的思维和文化价值的不同。至少我觉得刚才在讨论苹果的时候，你我都有一个至少的共同点，就是说目前为止还是比较信赖苹果这家公司的价值底线的嘛，对吧？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确定。那不一定还有一些在这个行业当中也极为重要的玩家，他好像并没有给我们目前 deliver 一种特别强烈的信赖感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如何面对？OK，所以以后的精彩的内容会非常非常的多。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留言和告诉我们你未来想听到的方向。我们下一期王自如 AI Podcast 再见 ，Peace。拜拜。